我们以后一定不会再来马来西亚，因为和一个个大马华人朋友的分别让我们如此难过，因为大马各地的华人美食让我们胖了又胖，因为大马跨越山海的华夏烟火让我们回到中国后总是挂念。马来西亚最后一站，我们来到东马第一城古晋。在马来西亚旅行的2个月，我们吃遍了各色美食，游遍大马山海，但最让我们留恋的却是大马的华人。在马六甲、吉隆坡、怡保、槟城、古晋，我们都被这里的人情味打动。一路旅途坎坷颠簸，但每次遇到问题都有大马华人帮助我们。在马来西亚，我们了解了郑和七下西洋的壮举，孙中山筹资救国的之计不可为而为之，但最让我们动容的却是大马华人。抗战时期，他们出钱出人回到中国帮助国家抗击外敌侵略；和平时期，面对种种困难，他们自筹经费兴办华文学校，为的就是保留住那与故土间的精神纽带。今天就要结束在大马的旅程，我们依依不舍，那就好好道个别吧。希望未来你们一切都好。如果说让我推荐一个最适合中国人旅行的国家，我的回答是大马，一定是大马。上期视频我们带着大家了解了古晋的华人历史和现代生活，今天我们一起探索古晋的美食。古晋是被联合国认证的美食之城，这里的食物不仅有各色华人美食，还有不少当地土著美食和马来族美食。最难能可贵的就是这里的文化融合，你吃你的烤乳猪，我吃我的鸡肉沙爹，每个族群间都其乐融融。狒狒也入乡随俗，尝试了当地土著的美食西米虫，一口爆浆，回味无穷。我们这次是真的要离开马来西亚了，挺留恋的。结束了马来西亚的旅程，我们前往印度尼西亚。这次我们选择陆路纵向穿越世界第3大岛婆罗洲岛，一路风雨交加。刚到印尼就有诸多的不适应，再没人能听懂我们的中文，手机没信号，狒狒也意外受伤，一切似乎都不太走运。下面和费文涛开始今天的旅程。我们俩这次来古晋的时间刚刚好，因为正好赶上了古晋1年1度的古晋节。我看到里面有很多华人的摊点，全都是汉字写的，对，感觉我们今天有口福了。基本上全部都是华人，还有一部分的达雅人会卖他们的食物，华人年轻人啊，或者是一些青年人，他们都会来这边卖一些特别的食物，很多中国美食也是，酸辣粉啊之类的，煎饼果子都有，锅盔饼也有，所以呀，可以试试看。如果想加的话，拉丝薏米啊，其实很多都是中国带过来的小吃啊。可能我会推荐你几道，每年古晋节都有摆的老字号，我觉得会比较值得去尝试。古晋炸虾饺是一个不错的，这个蚵仔面线就是福建的啊，就是台式那种藕瓦米耍，然后很多小吃，有甜的，有咸的。重庆酸辣粉，那时候我朋友去吃，他说不错。重庆酸辣粉，对，你们能吃那么辣的吗？它就没有那么辣，因为他们都有根据本地人口味去做调整的。因为其实我们这边虽然讲可以吃辣，但不是每个人都可以这么吃。这边你可以试试看，这是卖酒的吗？对，我们有卖酒的，也是有卖一些。这个是什么？它是像我们本地的海蜇，只是我们是用生腌的方式。海蜇生腌啊？对，可以试试看。这个是试吃的哦。对，就直接，它酒味很浓哦，可以试。用短腌的。我需要做好心理准备。自己腌的。生腌海蜇，好辣。因为它是生腌的，然后没有自己的米酒。这是原住民的那个，跟你讲，原住民他们超爱自己酿米酒。那这个美女好像是华人啊？对，她在这家餐厅工作。哦，对。我给你试一点点吧，就我们大众会比较接受得到的味道。米酒吗？好，我觉得你可以试。这个是什么酿的？香茅草啊。对，香茅草。米酒，原住民的米酒。它闻起来有股那个清甜味儿。甜的、香的，很甜。酒味太重的话，你也是可以 try。这个挺甜的。这个多少钱？这个的话是36块。哦。就你可以边走边喝，边感受一下我们本地的风情啊。边走边喝。这是你们的故乡啊！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古晋总领事馆，给大家就是吃一些道地的中国味。所以你可以看到这边辣子鸡啦。酸香小酥肉啦，孜然羊肉啊，都是特地请那个厨师特地自己过来做这样子的。这些厨师都是中国人啊，东北人。那个很地道啊。没有想到那个领事馆还专门弄了这样一片区域啊。这个是那个卷饼，然后还有陕西凉皮，
陕西肉夹馍10马币一份，这就是我们家乡的陕西哦，陕西肉夹馍，还有上海灌汤包，还有老北京的驴打滚，山东烟台。他怎么一看就你是老乡？你怎么看出我是老乡？我刚才一听你说话，我就知道是烟台。哦，啊，耳朵老好对，了我。是烟台人，是哪里的？烟台黄县黄县龙口的。啊老乡了。啊，没有开玩笑，我们是西安的。古晋跟中国的那个交流算是蛮多的。对对越来越多了。以前对沙捞越都不了解，对，只知道吉隆坡。现在这个来的越来越多了，现在这里是不是中国人很多了？很多了。哦，你觉得这里对你来说最吸引你的是什么地方？最吸引人的地方应该讲是一个有发展空间。有机会。直白点说就是能赚钱。赚钱不赚钱，这个不重要，重要是有机会、有空间。大哥，你觉得这边的气候还有饮食你能习惯吗？我是习惯的。这里应该比烟台热一点。它这种热不一样的热，感觉还是很舒服。比烟台的热，烟台热受不了。今天啊，阿龙和慈慧陪了我们一天，我们晚上请他们尝一下我们中国的美食。刚好这个有个街区啊，里面有山东的，还有中国其他地方的。我们刚在那里要了一份饺子，然后再来这里买一份陕西肉夹馍尝一下。涛哥，你看，这还是咱们那边那种潼关饼。对，你们是哪里人？东北的大连。是那个猪的五花肉，有肥有瘦，然后拿这个这个肉，对，拿这种老汤一直在卤，所以它会比较的软烂一些。慈慧有没有感受到我们热情中国北方人的这种豪爽？感受到了。来，干了，来，我们碰一个，碰一个山东人，谢谢徐总的大碗水，谢谢。你们尝一下我们这个陕西的肉夹馍，有点油啊，这个。对，它里面灌了很多卤汁，我把所以你小心最多汁的给你了。其实我们西安正宗的做法是不放香菜，不放生菜，也没有青椒。我这样还好，因为我拿的是卤汁比较少啊，你看，所以这样吃起来挺，我觉得它加那个香菜哦，它让它吃起来有一种不一样的味道，然后也可能没有那么腻吧，可能还怕腻。它那个辣椒会辣吗？暂时也没咬到，可是我觉得那个辣椒青椒味好重。对，我们在烟台大哥这里要了2份水饺啊，这个就是烟台本地很特色的鲅鱼水饺，一份是6个。我们这里没有看过鱼肉的饺子，你本来喂给我的是吧？我不介意开口，你喂我以为你有一个那个碗。我建议你开口，你喂我。我蛮清淡的，我的意思是就是有味道，可是又蛮舒服的感觉。谢谢老板，谢谢老板。啊，好热情啊！天哪，太热情了！古晋人感受到中国人的热情。这是我们的一份烤香肠、烤香肠，还有炸薯条、麻辣薯条。这个土豆还来自于山东啊！有没有感受到山东人很好客吗？我第一次感受到，在国外都这么好客。我以为我在中国，对，在古晋。在中国有一句话说是好客山东，情义齐鲁，就是说山东人非常的热情好客，要找山东人做朋友，也可以考虑嫁给山东人。到了晚上啊，古晋街的人更多了，密密麻麻的，这里的店铺现在是火力全开啊！闻到没？什么？一股新疆的味道，烤肉的虫。刚刚在中国美食区啊，我们请阿龙和慈慧吃了中国美食，作为回报，他们准备请我们吃当地美食哦。你们是真心的爱我们，这个真的是很补的，这个感觉好重口味啊！我觉得其实还好了，这个是为我们本地人这边他们那时候食物匮乏的时候，找这个虫子能够吃就吃了，补充蛋白质。对，补充蛋白质。但是看起来真的有点吓人。涛哥，你看一下这个，这个里面啊，它竟然在蠕动。我觉得没有这个活物啊，如果只看做好了这个，觉得还不是那么难以下咽。但是他为什么把这个放在旁边？烤的是12块一串，酸酸甜甜辣辣的。你先来，我不来，请龙哥来。就替大家尝一尝吧。一口爆香。要把头吐掉啊！对，它头是硬的，好吃的，而且真的是好吃的，它没有腥味，任何腥味都没有。真的吗？它皮是脆的。天哪，这个好肥硕啊！你不要把它当成是虫就可以了。对，你当成蛋白质。啊。
突然，你整只进去不会没有味道了，真的，你相信我，你整只进。他已经吃了一口了。我有一些生理性的你不要想呕吐，蒙着眼睛吃。整只，你整只进，你不要这样子咬，你整只进，整只咬，整只吃。对，这样对，拔出来。可以了，要头出来了，头断了，咬就咬。它不难吃，不难吃，但也没有很好吃，而且要忍受着巨大的这个心灵的创伤。爆浆吗？有爆浆的，其实没有想象的那么恐怖，但是那个头好硬，我觉得前提是要把那个头拔掉。我人生中第一次吃虫子，我以前去云南都没有吃过，而且人生第一次吃那个榴莲也是在马来西亚。马来西亚成就了你的第一次哈。对，柬埔寨解锁了吃烤老鼠，还有蛇，还有青蛙，然后这次来马来西亚解锁了烤虫。那你咬到最后面，它就是那种脆脆的、香香的。你发麻了吗？你们是这里的吗？台湾的。从台湾来的哦。你们有去过大陆玩吗？没有去过。想去的。深圳。你们是来啊！我们是西安的，可以来玩。这个是词汇强烈推荐的一家花生卷冰淇淋，据说已经有20年的历史了。它这个就是用这种饼皮，然后里面卷了3个冰淇淋球，它这个口感好丰富啊！先是饼皮，咬开之后呢，很重的这个椰香味，椰香还有花生，然后再往里面就是个奶油冰淇淋。这里是词汇啊，强烈推荐的另外一个炸榴莲。炸榴莲，来马来西亚竟然还有炸榴莲！来马来西亚之前我只知道榴莲，来了之后发现榴莲有那么多品种，然后还有榴莲自助、榴莲拼盘，这里然后还有炸榴莲，这是第一次见。我们要一份吧。有各种榴莲玩法，这是其中一种。我觉得在马来西亚万物皆可炸，只要是吃的都可以。像刚刚那个瘦肉虫也是炸的、烤的都可以。还有一个顺龙跟你们说的腌榴莲、发酵榴莲，那是原住民美食。他会把这榴莲拿去把果肉弄走之后呢，加一些的，那不然应该是盐嘛，他就让它发酵。然后就拿来加汤，再放在那一起煮，叫 tempoyak。哇，那个我自己不太能，可是爱吃人很爱吃。哇，里面是凉的，就外面是热的，里面是的。果然啊，老板那个宣传的4个字“冷热香脆”，全部都具备了。外面是热的，里面是凉的，然后外面是脆的，里面是香的。我觉得这个比吃榴莲本果要好吃一些，外面酥酥脆脆的。这里是裹的面包糠。你们唱的是什么语言啊？福建话。哦，对，是有的，有看到过。欢迎你们来马来西亚沙捞越古迹。耶！欢迎你。太热情了，谢谢你们。你们应该都已经是第三代以后了。对。你看我们的马来人什么都可以一起融在一起的。对，我发现了，这里的那个马来餐厅，然后隔壁卖猪肉的都没有关系了。你吃你的，我吃我的。对。我们一个餐馆里面你吃猪肉，你吃你的猪肉，我吃我的那个，我们会讲一个桌子也可以，你看吃拉沙的哈。因为我们的同一个桌子也可以哦。可以，没问题的，都是很和谐的。就你吃你的，我吃我的就好。对。我们来了一路都在收获这个各种热情的招待。你们有去过中国福建吗？有。去祖籍？我是新化的了。他是福州了。就是回去那个祭祖吗？找祖先的那个地方。我去年回去祭祖。您感觉就是家乡故乡那里变化大吗？然后我们都是家族回去，家族回去，而且第一次看到嘛，他们都很热情。福州那里现在建设的也很漂亮吧？是啊，福州这里的姐姐们还有阿姨们真的都好热情。我这次来古晋其实没有打算待这么久，本来计划只是一个中转站，去下一站印尼的中转站，但是来了之后美食又多，人又好又热情。我们走啦，拜拜，玩得愉快啊！好，谢谢你们，拜拜。
那我们今天的古晋3人小分队基本到这里就结束了。今天真的很感谢阿龙和慈慧一整天的陪伴啊，太谢谢你们了，让我们在异国他乡感受到了久违的这种热情和温暖。谢谢你们，谢谢你们。不客气，不客气。当然呢，在这边我也是想补充一句了哈，就祖辈们请放心，我们海外的华人有把中华文化保存得很好。感动。哦，撒花。所以也欢迎你们下次有机会再来古晋，也希望你们喜欢这个地方，有机会我们已经吃太少，他们吃太少了，他们真的要吃多一点。对，吃多一点，对。下次还有东西可以吃。你们也是啊，下次如果来中国来西安，一定要联系我。可以，然后你们现在在中国已经有了我们2位好朋友了。对，欢迎你们下次来，太棒了，谢谢你们。太棒了啊，抱。就路途顺利愉快啦，好。以后你们就是我们在马来西亚的弟弟和妹妹了。好，谢谢。哦，我们在古晋的最后一晚了，阿龙送我们回到酒店了，我内心非常的不舍。其实我是个很感性的人，每次在面临分别的时候，内心会有万千种的情绪。其实我们这一次来到古晋啊，来到沙捞越，包括整个的马来西亚，虽然是在异国他乡，但是感觉很亲切、很熟悉，因为一路都有在认识大马的华人朋友，所以其实我内心很清楚，我们已经是2个国家的人，对，但是在我们的心里，你们大马华人永远都是生活在其他国家的我们的家人。对，彼此都还是家人来讲真。就像当初我去了中国啊，那时候是飞广州，所以一下飞机的那一刹那，我真的感觉到整个人真的很不一样就那种感觉我形容不了那个感觉，可是就是感觉到还是还是很像回到自己家一样，就像我从来没有离开过马来西亚，或者是我从来没有离开过中国这样。阿龙是第四代华人，在海外的第4代。我当然也非常感谢你们的到来了哈，去发扬我们更多我们在马来西亚这边的华人的文化。下次可能我去到中国，陪你们过年。好啊。再过1年你们过来我们马来西亚过年，感受一下2国之间的那一个新年的那个味道。我知道南洋华人这里过年的那个节日的氛围是很浓的，很浓郁的，真的。年除夕那一个晚上，如果你把你的无人机飞起来，基本上你只要转一圈，每个地方都是放烟花，都是放鞭炮的。哇！今天是阿龙自己送我们回来，还有另外几位朋友，之前我们视频里也有出现过啊。其实很难舍，所以还是那句话，即使到今天我们已经是2个国家的人，但是我永远的希望你们在这里过得幸福，也希望马来西亚所有的华人们在这里幸福快乐、安居乐业，然后日子越来越好。对我们来讲，华人都是一个非常努力的民族。对，所以无论身在何处，身在美国也好，身在英国也好，身在什么地方都好，只要是华人，都是过得可以的。就让更多的国内人知道，我们华人在海外都有把我们的民族的传统保留得很好。拜拜，注意安全了。好。OK， 各位，拜拜。又是一次分别，我们马上就要离开马来西亚古晋了。离开之前呢，我们再来逛一下马中友谊公园。这个公园不是很大啊，门口呢是一个很大的这个很中式的一个牌，上面写的马中友谊公园，然后牌的这面写的是金碧。昆明也有类似的这样一个牌啊。然后我听说呢，这个马中友谊公园其实是云南的路桥集团修建的。然后这里有一个雕塑，我觉得挺可爱的。大家看啊，它这是两边是2只动物，然后中间抬着一个板，是给人坐的。然后这边呢就是古晋的这个象征猫，因为古晋叫猫城嘛。然后这里呢是一只可爱的熊猫。马中友谊啊，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了马中友谊公园的算是核心的位置了。这里有一座很高的郑和像啊，目测应该高度在10米左右了。然后郑和拿了一个卷号，据说是一个航海宝卷，就是在整个南海啊，包括去西非那边航海的一个路线图，配着宝剑眺望着远方，感觉就是郑和还在600年以前，在整个东南亚乃至太平洋、印度洋上翱翔啊。这块牌真的跟昆明那个好像啊。因为郑和是云南昆明人嘛，然后这个公园又是云南路桥修的，所以我们站在这儿啊，这样放眼望过去，真的感觉自己在昆明。3773，OK。今天呢，马币换印度尼西亚的那个印尼盾啊，3373，然后我们有500，剩了500，可以换到差不多168万，又要变百万富翁了。
现在我们出发前往一个赤道上的国家。这会儿我们已经从古晋的酒店退房了，在酒店门口等着这个 Grab。等一下呢，我们就要去古晋的巴士总站，然后坐这种跨国的大巴去印尼坤甸了。我们现在已经打车来到了古晋的巴士总站，买的是这家公司的。对，这个好像是印度尼西亚的一家公司，人家国企啊。对，在印尼是非常大的一个巴士公司。去换个票吧。大家看好了哈，以后如果你们从古晋去印尼的坤甸，就是这个公司。小哥跟我们一样，都是去坤甸的。Where are you from? I'm from Indonesia. Originally from Indonesia, but in Papua. Papua. Yeah, Papua. We plan to go to Papua. Yeah. Which part of Papua? Jayapura. Oh, Jayapura. Yeah, Jayapura. Papua is safe. Yeah, Jayapura is very safe, very safe. Very safe. We have a reservation in the internet. 就 Pontianak 1 p.m. 我们在这个窗口换票啊，没想到在这儿碰到了一位巴布亚人，天哪！我们接下来去印度尼西亚要去很多个城市啊，那巴布亚西巴布亚省其实是我们在印尼的最后一站嘛，算是。对。那也是我们最期待的一个地方。感觉我们今天这趟车80%都是印尼人。对，这会儿人忽然多起来，因为快到开车的点儿了。印尼的那个护照颜色很好看啊，是那种蒂芙尼蓝色的封面。这怎么一直在插队？我也不知道咋弄。在 Damri 这个公司售票点这一块儿啊，还有去山口洋的票。早上6点就发车了。对。票价是一个人30万印尼盾，比我们这个贵，我们买下来是27万印尼盾。我们知道去山口洋的人很少，但是给大家做一个攻略哈，如果有去的朋友可以看一下这个时间。对。山口洋是印尼的这个西加省啊，对，华人最多的城市，60%，华人比例最高的。Our bus number， 但是护照没给我们呀。那护照他们在登记。哦。这是他带你去那边。先去换票。对对对。OK， 好，谢谢。还要翻译一下。我们的护照现在在这个窗口还没有给我们，现在先带我们拿这个算是购票凭证去换这个车票，还挺复杂的，我以为这就是车票了。啊，好复杂啊！这好像是我们的车牌号。太复杂了，我们以为那边是拿我们电子票换纸质票，结果那边是电子票换购车凭证。对。这柜台的美女会说一点点中文啊，说让我再给她2块的那个手续费。OK，Thank you。OK， 我们可以上车啦。外面停的白色那一辆。哦，盖章，好，谢谢。就那个车啊，白色的那一辆。那个。好期待呀！我们要去全世界人口第4大国家了，印度尼西亚。上车了，这是我们的巴士。我们好像是2728。最后是不是还有个洗手间啊？我们是这2个座位，那是洗手间吗？哇，这座位还是很宽敞的嘛。这趟车的乘客基本全上来了，80%都是印尼人，感觉马来西亚那边也不多。然后外国人呢，就除了马来西亚和印尼的，好像就我们2个人。但是吧，我们发现这个车上没安全带，找了半天安全带没有。没有吗？没有，估计今天要裸奔了。天哪！好吧。哇，这个厕所离我们超近啊！我们心想着千万别订一个带厕所的大巴，结果还真带了。刚上车就发东西了，不知道发的是啥。这个大哥看着就像华人大哥呀，但他不会说中文，有可能是印尼华人呢。你看他上面的一个标写的是 Damri。大哥衣服上是印尼的国旗。对 ，Hello。Food。哦 ，Thank you。Thank you。这水啊，给大家看一下。一个小瓶装的250毫升的水，然后还有几颗糖果，看看，挺好。这好像是那个柠檬糖，还有一个糕点。饼干是吧？不是饼干，是糕点，软软的。我们出发啦！我们的车已经驶出了古晋的巴士总站，现在是中午的1点11分。我们的车其实本来是1点整准时发的，晚发了10分钟。那今天注定是一场漫长的旅行啊！我们今天呢，距离倒不是特别远，我们从古晋到坤甸只有350公里。
但是需要开大概8个小时。一是这个路啊，可能不全部是高速公路，还有一个点就是中间我们要过2次口岸，先要从马来西亚这里出境，然后再去入境印度尼西亚。说一下签证啊，我们俩这次呢去印度尼西亚是没有提前准备签证的，我们准备到了口岸那里去办落地签。那我们包里已经提前换好了落地签的费用，好像一个人是50万印尼盾吧，反正我们已经在这里拿马币换到印尼盾了，然后其他的就看口岸那里还有什么别的流程和手续吧。跟大家说一下我们这趟大巴的费用啊，从古晋到坤甸，如果是在古晋巴士总站买的话，这里收的是马币，一个人是70马币。那我们是在网上提前买的，网上呢，因为我们选的是一家印尼的公司买的票，印尼的 app， 所以他说的是印尼盾，一个人是27万印尼盾。然后付款的时候是自动折合成人民币，拿信用卡去付的嘛。反正算下来呢，一个人是120块人民币，2个人240块钱。我们的大巴已经开到山里了，这会儿正在爬盘山的路啊，爬坡我们的车好费力啊！大家看这个速度，感觉时速也就20公里，然后车现在发出的声音感觉非常直立。经过了1个多小时，我们终于到马来西亚的口岸了，前面就是马来西亚这边出关的关口。打碧路口岸，我们现在把所有行李背着。去过这个出入境，先办马来西亚的出境，再去办印尼的入境。我们之前出马来西亚好像都没有拿行李哈，因为之前跟着本地人混，这次没办法跟本地人混了。这边还有一个车，好像是收钱的，不知道具体收多少钱，我俩就走过去吧。走吧，这边是穷人通道。这边还挺好的，刚才我们行李差点倒了，一个印尼的大姐过来帮狒狒付行李，而且她看我背不起来，帮我拎起来，然后抓到我背上。我们车上还有几位华人小姑娘，对，但我没搞清楚她是印尼的还是马来西亚的。走吧，我们去过海关喽。Hello。哎。我们这次是真的要离开马来西亚了，挺留恋的啊。对。而且我觉得马来西亚这里人都很好，无论是华人还是马来人，还是南亚裔的。我们刚过来的时候，这个口岸的工作人员看我们来拍视频，跟我们打招呼。是。但我最舍不得还是这边的华人啊，感觉在这边认识了很多好朋友。对呀，很亲切啊，尤其是最后一站在古晋，我们待的时间比较久，所以认识了好多古晋的好朋友。这个口岸好像不是很大呀，比前面一点点。我们现在先办那个出境会比较容易一些，只是盖出境章，对，就结束了。然后去印尼那边会复杂一些。这边就不能给大家拍了啊。我们已经过完了马来西亚的海关了啊，这里出境的时候竟然还问了我们几个问题啊，问我们什么时候回国？对，然后在印尼准备待多久？这些问题我本来以为会是印尼的这边海关会问的，没想到大马这里也有类似的问题。是。那我们现在的位置已经是2个国家中间的缓冲带了，这里已经算是出了马来西亚沙捞越，然后前面我们可以看到印尼的国旗了。对，我们现在去印尼那边办落地签以及入境的手续吧。刚刚我们排队过关的时候啊，我前面的那位女孩竟然是印尼的华人。他跟我说，现在印尼华人会华语的很少了，然后他一直在不太流畅地帮我们翻译，特别好的一个美女。刚过了一个安检口啊，不知道这边能不能拍给大家看一看吧。前面就是印尼，一会儿办签证啊，还有过海关的一个房子了哈。我现在过去，过了口岸呢，就正式的进入印度尼西亚。我们这一趟行程啊，应该在印尼待的时间可能会是最久的，应该会将近2个月的时间，因为印尼比较大嘛。全球第4大人口国，这里有一个收费标准啊，印尼的这个旅游落地签有效期是30天，然后可以延期1次，也就是我们总共可以最多停留60天，费用是50万印尼盾。不过这个窗口的工作人员不在，然后刚刚这里另外一位帅哥帮忙去里面叫工作人员出来，因为这里口岸主要是印尼人，80%以上都是印尼人通关。然后还有一些少量的马来西亚人，像我们这种第3国的外国人很少。Thank you very much。哎呀，等了我们好久。
终于入境印尼了，现在我们的大巴已经开在印尼的公路上了。刚刚在印尼海关入境的位置，我们耽搁时间挺长的。其实我们俩是比较早到大厅排队办手续的，但我们俩却是最后2位上大巴的。因为呢，整辆车只有我们2个是外国人，需要办签证，其他人基本都是印尼公民，拿这个护照刷一下就过来了。但其实呢，印尼海关这里办这个落地签的速度是很快的，很丝滑的。只是在办签证之前，我们需要先交签证费，而收签证费的只有1位工作人员，他中午吃饭去了。我们等了大概30分钟，他才吃饭回来，没有给他替班的人员。就因为这个原因呢，我们在海关大厅里坐了大概30多40分钟的样子啊。跟大家说一下，这个中国人来印尼旅行落地签的费用，落地签和电子签是一个费用啊，每个人是50万印尼盾，大概就是228块人民币的样子。另外呢，在海关那里办手续的时候，还需要交一个每个人是3000印尼盾的手续费吧。3000印尼盾其实也就是人民币1块3毛7左右，所以整个加起来每个人229，不到230的样子。里面的各种收费也都是明码标价，像签证费啊、手续费啊，也没有那种问外国人要小费的情况，也不存在说给一张大面额的纸币不找零的情况。整个的过程还是很速度的。那柜台那里的入境流程啊，主要包括拍照、录指纹，还有一些简单的问询，再就是给我们贴这个纸签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就是我们中国护照来印尼旅行，落地签的样子，是一张这个紫色的纸质的签证。涛哥，你排的那个通道都问你什么问题了？大概就问了3个问题。第一个他问我你来这儿干嘛的，第二个呢他就问你待多长时间，然后第3个呢他还看了一下我的住宿单。哦，那你那边问的挺多的，还看住宿单了。我这边很简单，就问我都准备去哪里，我就说那个坤甸啊、雅加达呀，然后巴厘岛啊，然后他说那个科莫多也很好看，可以去看看，然后就给我贴这个贴纸，贴完之后跟我说 enjoy， 我就过来了。整个的过程1分钟都不到。我们的手机过了印尼的口岸之后就没有信号，因为现在还装的是马来西亚的卡。那现在我把我的印尼手机卡换上，这个是文涛提前帮我办好的。我们俩只办了1张，其他的等到了印尼当地再办啊，因为怕提前在国内办的怕贵。印尼我们办的是这家运营商的，这个我也问了印尼本地有一个朋友啊，问了一下，他说这家的信号是很不错的，因为印尼的面积还是蛮大的，整个东南亚面积第1大国，人口也是第1大国，从东到西特别宽啊。开了2个多小时，终于再一次到服务区了，搞点吃的。有什么想吃的吗，涛哥？感觉鸡腿不错啊，鸡腿炸搞一个。鸡腿、炸鱼什么的，但是没有蔬菜。是吗？你就只要这个吗？难道？我想吃点菜。这是那个咖喱汤啊。哦。How much this one？一个布里古。布里咕哩咕。没关系。印尼语。没关系，我们就直接挑那给钱就好了。OK， 不知道咋买了。你就跟他说要这个就行了。I like this one. One. I'd like some chicken. 自己咬吗？小贝贝急的开始说中文了。怎么咬啊？我也不懂啊。应该就咬一块吧。它这块儿也不一样大，大大小小的，我也不知道怎么咬。这个是什么？知道啊。像辣椒酱什么的。对，辣椒酱。要不要你来？就搞点吧。所以这怎么算钱啊？一会儿就这些吧，上面都重复了，还是炸鸡、炸鱼，就这些种类。一个人多少钱？是这样子吃的。哦，这样子，就跟我们中国服务区的那个米饭套餐一样。对。哦，大家都是自己舀的，6万3，差不多就是人民币30块钱。对。还挺贵的，我说真的。这点东西要30块钱了。有点贵。2块鸡肉加1勺辣椒酱，真的挺贵的。这个价格在我们的服务区可以吃一个自助餐。刚一来印尼就非常的囧啊，狒狒下车呢摔了一跤，妈呀！看，这块皮掉了，然后看我后面，我直接躺在地上了，倒不是很严重，就是这个湿裤子，因为后面还要再坐3个小时左右的车。哇，怎么刚来印尼有一些不顺呢？我的电话卡也没弄好。然后人还摔了一跤，我就想尝一下这个辣椒酱是啥味儿，别的我不想吃。哇塞，好辣呀！哇，这个好辣，而且我怀疑这个是不是从中国
进过来的这个瓶装辣椒酱，因为味道跟我们吉林不是一模一样，化悲痛为食欲吧。很严重吗？腰上皮都掉了？挺严重的，后面流血没？没流血，但挺严重的，皮掉了好几处。那怎么办？大家看看这边的厕所，刚进来这边有个祈祷厅，给当地人做祷告的，还是穆斯林做祷告的。往里面走呢，这个男厕所、女厕所它是不分的，我刚才看了半天，不知道是哪一个，幸亏没走错。我俩风卷残云啊，把这个30块钱的炸鸡吃完了。炸鸡感觉一般哈，但是那个辣酱特别的好吃。味道还是不错的。可能服务区就这价吧，比别地儿贵一些。对，但是你这个摔得太严重了，真的。我就感觉这个位置好痛，是不是皮掉挺多的？皮掉了得。刚刚就是在这儿摔倒的，它不是有3个台阶，最后这个台阶比较的窄，然后我的脚趾有一半站在上面，然后滑倒了，就躺在这儿了。我刚躺下去之后呢，有一个印尼的小姑娘，老紧张了，一把把我抱起来了，一直问我你没事吧，你没事吧？这边人都蛮好的，刚我们司机也问我能不能行。晚上7点，天已经黑透了。现在外面的天气是雷电交加，狂风暴雨。我们的大巴在蜿蜒的山路上艰难地前行着。你们家离我们酒店远吗？不远，很远啊。不一样的方向。哦，那我们等一下要去哪里坐那个出租车 ？taxi 有。咱们一块儿出去吗？好，方向是一样的。拜拜 ，Thank you。太难得了，我们大巴上有一位印尼华人，就前面这位妹妹。现在的印尼华人年轻人这一代很少会讲普通话，讲华语。对。然后这位妹妹普通话非常不错，然后一路在帮我们。这边帮我们很多啊。对，帮我们很多。现在呢，她的家人来接她了，然后她会带我们去那个打出租车的地方。对。因为我们今天没有手机信号嘛，这里也没有办法叫这种约车了。哎，妹妹，你的那个华语在哪里学的？我爸爸是台湾人。啊，你爸爸教你啊？对的。就是这边没有学校专门去学哈。现在有了。这个站挺大的啊。对，难得呀，我们第一次在巴士站见到这个大车。但这个车跟机场的完全不一样，好重，根本推不动。比较死。轮子很小一点点，很沉。他说150可以吗？150。对。15万换人民币大概也就70块钱，好像有10多公里啊，还蛮远的。其实有点贵啊。但是这个地方呢，没有网约车，就只有这一种选择。哦。对，所以就叫吃为。对。可以的，但是你要。OK 的这方面。100的。就这个线路被垄断了，所以价很难谈。大哥说我们那边是垄断价格。对啊，这个妹妹帮了我们很多哎。刚刚连妹妹的热点也把酒店的那个位置导航了，其实真的还蛮远的，大概有个13公里，需要开半个小时，所以价格还好。我先走了。好，谢谢。我们后面再约哦。好，拜拜。妹妹再跟司机交代一下，说把我们送到，别把我们弄丢了。说这是我照的人，你要把它送我。OK。Thank you。Thank you。谢谢，拜拜。我们终于坐上出租车了，今天真是怎么讲？风雨交加，精疲力尽。不过总体来说还是很暖心的。我们一路上也受到了很多的关爱和照顾以及帮助啊。对的。今天呢，虽然我摔了一跤，办的 SIM 卡也没有信号，而且一路都是这种鬼天气。是的，真的天气不好。不过总算是顺利的到达坤甸了，也打到车了。一会儿半小时后，我们就出现在温暖的酒店了。对，哇，今天那天真特别难，你知道吗？我们今天穿越的是世界第3大岛啊，纵向穿越。对，加里曼丹岛。而且大家知道吗？我们现在的位置是位于赤道之上的，坤甸是全世界为数不多的赤道横穿过的大城市。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现在的经纬度啊，看啊，我们现在的纬度是南纬0度2分46秒，其实就是基本上是南纬0或北纬0，就在赤道之上了。东经是109度。
其实还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很特别的时刻，我们来到了这个城市，印度尼西亚的西加里曼丹省省会坤甸。不过呢，坤甸的这个巴士总站，如果想去市区的酒店，确确实实是没有网约车的渠道。像 Grab 呀，还有印尼人常用的 Gojek， 在这里都是叫不到车的，整个的线路都是被垄断的。然后他们其实是有一张这个价目表，上面都标得很清楚，去哪一个区域多少钱，哪个区域多少钱。对，其实我们这个区域上面标的是16万。刚刚那个妹妹说，便宜一点，司机说那就给你们算15万好了。我们本来想砍到12万或者10万，对，司机说不行，13公里68、69块人民币的样子，挺贵的啊，肯定不便宜啊，因为印尼的消费实际上没有那么高啊。对，然后我刚刚问这个大哥跟我们说，我们这儿出租车真的过不来，他说 no taxi， 明确的告诉你，对我们是垄断经营，你只能选择我们了，没有别的方法。哎，不过没关系，不要在意这些细节，我们等一下就可以回酒店了。哇，现在几点了？现在已经是9点05了。我们是11点多从酒店退的房。然后12点多到的古晋巴士站，1点整上的大巴车，到现在我们等会儿到酒店再办入住休息，一定是10点以后了，真的是漫长痛苦的一天。印度尼西亚真是不养闲人啊！我们这个大哥刚一上车，边开车看电视了，我的妈呀！到酒店了，办一个入住。We will stay here, for 5 days. So can you give us a quiet room? 听这个楼下这个摩托车声，感觉太吵了。我们终于到房间了，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在坤甸住的酒店。这个房间呢，我订的时候写的是24个平方，其实进来之后发现还挺大的，应该都有30多了。我们订的是个双床房。刚来的时候，前台不知道出于什么考虑，可能看我们是外地人夫妻，对，然后给了我们一个大床，而且没有窗户的。我们订的其实是高级房带窗的啊。然后后来我们就下去交涉了一番，给我们换成了这个双床带窗户的。可能是我跟前台说给我们一间安静的房间，他就给我们一间无窗的。无窗的确实安静，但是安静的会让人有点神经，因为没有任何的光亮。然后这个房间呢，就是窗户会临街，稍微有一点点吵，但我刚听了一下还可以，只要没有摩托车炸街就能接受这种喧闹的程度，对，还可以。然后这个房间呢，我定下来是人民币170块钱一晚上，我订了3晚，然后后面如果要续订的话，我重新再订吧。不过呢，这个房间就看上去也挺大的，然后表面上挺干净，但实际上呢，不是特别干净。我刚才去了他洗手间啊，那个水池子里面有这么短的毛发，也不知道什么都没有冲掉，就洗手的那个池子里。然后马桶我还没有勇气揭开看，就凑合住吧。不过我刚看了一下，他床单这些4件套都换过了，就还好，能住。好啦，那我们今天一整天的奔波在此刻就结束了。今天是我们在印度尼西亚的第1晚，我们在赤道跟大家说晚安 ，Good night。